欢迎来到新兴消息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37岁赵丽颖再传喜讯，她的靠山，整个娱乐圈都羡慕不来。最近，赵丽颖配音纪录片《布达拉宫》第2季在咪咕首周播放量突破 1.2 亿，创下国产纪录片新纪录。赵丽颖清新的解说，像布达拉宫一样庄严而神秘，令人沉醉，让网友与遥远的布达拉宫产生了情感共鸣。从首次配音迪士尼动画《寻龙传说》到如今的《布达拉宫》第2季，赵丽颖在声演领域成绩耀眼。不仅演戏，如今她又开辟了配音新赛道。赵丽颖从未满足，而是始终追求进步，超越自我。对于赵丽颖来说，变强大是她一直以来的坚强信念。在她7年跑龙套的配角生涯中，她暗下决心说：“别让我抓住机会，一旦有，我一定会拼命抓住。”在拍摄《楚乔传》沙漠戏份时，赵丽颖不仅面临50摄氏度以上的高温环境，需完成与狼搏斗、被绳索拖拽等高危动作。当时沙漠地表温度超过50摄氏度，工作人员都穿着隔热鞋，而她仅仅穿着单薄的戏服，即使是沙子进入口鼻仍坚持拍摄。她不仅拒绝替身，还主动要求增加动作难度，如在滚烫的沙地上反复翻滚。尽管被质疑使用替身，但她通过花絮证明全程亲力亲为。同期其他剧组多采用绿幕抠图，而她坚持实景拍摄，最终呈现的镜头质感成为该剧视觉亮点。赵丽颖产后复出后拍摄《有匪》时，虽然未完全恢复，仍完成单手挥舞10斤长棍、60米高空威亚等高难度动作。武术指导透露，她每天训练2小时，持续2个半月。动作设计完全脱离了地心引力，这就是她的拼命三娘精神。剧中单手绕背耍花枪等动作需腰部发力，因为以前拍戏留下了腰伤，本来做不了这样的大戏，但她通过针灸缓解疼痛，甚至因动作过猛引起了旧伤复发。吴指称其要求严苛到虐，但最终呈现的动作戏却被业内视为标杆。有匪播出后，大量武打戏被删减为转圈圈特效，他坦言复出成了笑话。尽管部分作品因后期问题留有遗憾，但其敬业态度已成为观众评判演员的重要标尺。正如导演所言，10个我都拦不住他，这种对艺术的执着，正是他从龙套到顶流的核心密码。拍摄《陆贞传奇》骑马戏份时，赵丽颖坠马致腰椎骨折，仅简单包扎后继续工作，最终背部骨头突出需纹身贴遮盖。类似事件在《宫锁沉香》中重演，马受惊摔落后仍坚持完成镜头，腰伤伴随至今。这种轻伤不下火线的态度，反映了他对角色完整性的极致追求，也暴露了行业替身滥用的笑话。赵丽颖的不安分，在《风吹半夏》与第20条中也得到了体现。在《风吹半夏》中，她饰演女主许半夏，一个超级鲜活的女性角色，一个有野心、有欲望、够世俗、够鲜活，时刻保持清醒冷静、敢争敢抢敢赌的女人。在竞争激烈的钢铁丛林里，为塑造90年代女企业家许半夏，她在福建钢铁厂穿上工装潜伏3个月，每天凌晨4点混在女工队伍里搬运钢坯，手掌摸出的血泡结成后茧，竟在开机前练出单臂拎起25公斤钢锭的爆发力。剧中雪地追债的经典镜头背后，是零下25摄氏度的极端拍摄，他坚持不用替身赤脚追车，脚掌与冰面粘连撕裂时，现场医生从他脚底拔出7片嵌入血肉的冰碴。导演回忆，他要求实拍掀桌戏，结果木质桌角反弹击中肋骨，我们听到咔的骨裂声，他却挂着冷汗演完长达12分钟的弹叹戏才倒下。同样，在第20条中，赵丽颖饰演听障母亲郝秀萍，
为了塑造好聋哑母亲的角色，他创造了感官剥夺训练法。开机前3个月，每日用专业隔音耳塞封闭听觉14小时，导致前庭神经失衡，引发眩晕、呕吐。在拍摄天台自杀戏时，他在7级大风中拒绝威亚保护，17次从12米高台跃下。尽管他扮演的角色没有台词，出镜时间也不长，他却演出了破碎感，也成为整部电影情绪和事件转折的关键，一举拿下了百花奖最佳女配。连张艺谋都评价她，赵丽颖已经不是过去的赵丽颖了。从商战硝烟到无声炼狱，赵丽颖用近乎自毁的沉浸式表演，在演员与角色的边界凿出鲜血淋漓的通道。当其他演员用技巧编织安全网时，他总在亲手剪断自己的威亚。这种向死而生的不安分，恰恰是我们影视工业最稀缺的表演信仰。他从来都没有为自己辩解过什么，也从来都没有掩饰过自己的草根出身。他在采访中没有做过任何的金句输出，他只是卯足劲扎根在剧组里，一年365天有300天都在拍戏，用心诠释一个又一个的经典角色。现在回头看，你会惊讶地发现，过去20年的大爆剧，他一个人就出演过半壁江山，实打实的收视女王。正如他在金鹰奖颁奖礼上的独白，角色不是塑造出来的，是拿命换回来的。这或许解释了为何他塑造的每个角色都带着血淋淋的生命力，那是一位女演员以肉身献祭职业信仰的灼热印记。她不需要再依附任何人，她自己就是自己最强的靠山。看见赵丽颖，也是看见正在踏实努力的自己。最让人服气的是她的人间清醒。有次采访被问怕不怕过气，她笑得特坦然，我本来就是从群演堆里爬上来的，大不了回去当制片人捧新人。这种大不了从头再来的底气，比任何公关话术都圈粉。人生下半场最惊艳的剧情，往往始于我不想再这样活的觉醒时刻。赵丽颖在录音棚反复打磨的每一句解说，镜头里记录的每一帧画面，都在诉说着生命真正的辽阔，属于那些敢于亲手拆掉人生围墙的勇者。当我们停止追问我还能做什么，命运的边界便永远定格在此刻。但若保持对未知的敬畏与好奇，每到年轮都将成为通向新世界的时光隧道。